其实我幻想的演唱会就是一个圆形，然后站在那个圆的最中间，拿着麦克风唱歌的时候，大家都会跟着我一块合唱的一个很浪漫的氛围。有点意思，其实就是像字面意思一样，就是想让它稍微轻松一点、活泼一点，让大家觉得就是过来玩的。然后接下来的2个小时是属于我们快乐 party 的时间。人们常说只有7秒钟的记忆，就像是大家来看演唱会，总觉得这样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一眨眼结束了。其实7秒钟的记忆可以足够记住很多的事情，包括我在演唱会上发生的美好的回忆。所以我才想把这一次的纪录片的名字叫做《你的奇妙记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可能会想的是1157吧。大家好，我叫子瑜，来自江苏。你说我小的时候17、18岁的时候，在那个阶段，大家的梦想都差不多，站在更大的舞台，被更多的人喜欢。少年子瑜，谢谢想我。怎么想都会觉得自己离这个事情很远，很远很远。就好像这个事情不应该在我身上发生。即使是半年前的我，即使已经登上了更大的舞台，好像也无法想象这件事儿。我觉得3、4千就很多了，这我不夸张啊，那个时候真是这样。我之前在那个阶段所能接触的人数最多的可能都就是300、400啊这样，所以往10倍想，3、4千不夸张。真的吗？其实更多的都是疑问。那我们要怎么搞什么样的，就会想很多东西了。因为我觉得是出自第一个是不自信，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就是对这个设计其实是很浅薄的，在经验上非常的欠缺，但是又觉得我好像真的可以这么去做了，其实会有一种期待、紧张，又觉得会很幸福的过程。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瑜。猜猜我今天来做什么？没错，我们今天来录歌《深海漫游指南》。这首歌呢，其实是要用作整个巡演期间的主题曲。我今天心情其实是蛮激动的，因为总算要开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巡演。我之前在想巡演啊这样的东西，可能都比较停留在表面书面上，可能只是讨论。但是真实我们现在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我可能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很多开心的事情。我会希望我能尽力的把我要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巡演嘛，这辈子第一次巡演，那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好好搞。Hello， 听到吗？可以。OK， 我们试一下。来。
这一次演唱会选曲有2首全新的歌曲，第一首开场的曲目就是《深海漫游指南》。这首歌我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是会感觉，那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场盛大的狂欢，而这个狂欢需要大家就是抛弃一切不开心的事情和杂七杂八的东西，我们要去享受接下来的过程，所以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开心的开场。好听，好听，好，子瑜，我们可以，对，我们可以再放开一点情绪，有一点跳跃性去唱。好，来。学会自己遗忘哀愁，勇敢脆弱不单对，脆弱勇敢，对，脆弱勇敢，脆弱勇敢。黑夜迷航，无论沿途多么跌宕，有你为我指引方向。这个可以，好，往下走。不，我再来一遍吧。啊 ，OK。偶尔遇见海上风浪，再来。收入太多了，有你为我指引方向。哎呀，这个像，挺好的。你这里的音色真的很好听，很阳光，很符合你的年纪。那我们先往下。没问题，我们再多来几遍。辽阔的晴朗。OK， 一遍比一遍好。现在我再听一遍，觉得现在最后一遍是 OK， 但是我感觉那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的那个第一句的起伏是不是有点不太够？你现在嗓音还是开很多，行，很好。对，再来一遍，没问题。对，奔向遥远的以后，很好，就这个意思。你看你现在都已经有一些自己的设计在里面了，会有，对，下意识是。前提是对这个歌曲足够的熟悉，你才能可能这么做到。对，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啊，不用吗？不用，来吧。我觉得录音棚的环境是一个非常非常隔音的地方，会让我觉得安心。然后一个新的歌曲在那个地方经过很长时间打磨做出来，通过那个地方放出来的时候，是我觉得会蛮有成就感的事情，而且参与到关于音乐呈现方面的讨论，也会让我觉得很有新鲜感，可以去抒发自己的想法啊，可以去抒发此时此刻我对这首歌的理解，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难得的机会。其实我们这样录音效率很高。确实，现在才3点半，辛苦老师。今天还挺意外的，进录音棚之前我还想着要奋战到半夜。但没想到很快就录完了，可能是因为今天嗓子状态还不错，也可能是因为很兴奋，太想快点带着他去见大家。主题曲录制完成，接下来我们会做什么呢？敬请期待。再见。今天我们来拍摄我们学校用到的2个 VCR， 我觉得这2个VCR 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希望在我下去换衣服的这个期间呢，大家不会特别无聊。来，预备，开始。第一个 VCR 是想要通过一个环境里头4个不一样的小角去展现我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就是我觉得它虽然是一个很平淡的日常，但这也是我逐步往前走的证明。第2支 VCR 比较有意思，它是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的一个互相对话。觉得这是一个，现在的自己对过去的自己的一种安慰，也是一种肯定。因为我觉得大家也是一样，就是总会想，回到过去怎么样，或者是如果我在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其实我想把它变成一个真实的说，如果我们真的见面了，我们会聊什么？我觉得这对于大家都是一个很有共鸣的事情。可能在想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也确实会回想到我曾经过去所有经历过的所有的事情，
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发型，现在这个发型也是做的比较贴合我很早期的时候经常做的这种发型。我现在在看这个发型的时候有点陌生，不知道，就是感觉镜子里的我自己不像自己。这段时间录制的巡演的主题曲、结束曲以及转场 VCR 都很顺利的完成了，一切都在稳步推进当中，我也逐渐找到了自信。我会觉得很期待，也很激动。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很多的事情，像打连排，像学习新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整个过程对于我而言，可能都会是一个很难忘的回忆。OK， 我是子瑜，今天我们要和乐队老师一起第一次排练。是的，我们有点意思巡回演唱会的第一次排练终于要开始了。虽然说之前在音乐节的时候有过乐队排练，但是此时此刻的心情和当时还没有开始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会有一种他真的要来了，哇，他真的要来了那种很激动的感觉。好，那我们现在去排练啦，等会儿见。哇，好多人呐！哇，今天早上一进去，好多人哦，压迫感好强，就是那种气压会有一点，一进去，你还不能找角落窝的，你得走到最中间的那个椅子上坐下。好，接下来我要 hold 住这个场子，有点难。来吧。怎么了？剧情随着天气变换都不同，万里晴空，月色很浓，也没错，总要拼尽全力活着才自由，偶尔心动。没想到第一天状态这么好啊！因为一直在期盼着赶紧说大连排，赶紧连排，因为你连排了心里头才有底。毕竟我是第一次搞演唱会，就所有东西都得从头弄嘛。这段时间的排练，基本上要把所有的歌曲，包括舞蹈，都需要确定版本。其实时间还是很紧张的，因为你在每一首歌上抠的细节、抠的内容都会有不一样，而且你知道这个是属于自己的演唱会，你就更想让它爆出来一点，更好看一点，更好听一点，所以就会格外认真的去听很多的东西。一个地方，我觉得可以，鼓手老师可以给一点点，就是那种比较小节拍的东西啊。但是，对，你有加这个，对，所以我就想让它稍微再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好，我们感受一下这个位置啊。我觉得他是一个乐于参与创作的一个年轻人，就是我们在录音棚里啊，或者是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会每一个小细节来分享他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比如说一些进唱的口子，然后乐队怎么去配合啊，然后在副歌当中怎么去做一些互动啊。同时他不仅想到自己的一个演唱配合度啊，同时也想到，我如果到舞台上跟观众的这种距离怎么样拉得更近呢？让观众怎么样去多参与一些呀？这方面我觉得他参与了很多。在如此浪漫的夜，等到流星划过几双沉默。拉完之后说爱吧，就是这首歌最重要的就是这3个字，就是让他们唱是最重要的3个字，然后我再继续把故事讲完。对，就是可能我在音乐的专业知识上没有别的歌手那么扎实，当然说我也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会在更 focus 在自己的唱上，让耳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是好听的。因为第2段我的设计是那一句就是回头看，它其实是一口气。
我会想让他的情绪直接连到那个位置，所以在那个位置我会推到第一个小高潮。长度是 OK 的，再满一点。对，还得满。对，就是再高一点。我看他前面起奏的那个心跳声可不可以再明显一点？因为他现在就是咚咚咚咚，回头看，我觉得弦的有点紧，咬的有点死。哦，你是说要有间奏吗？我想加一个再飞起来的东西。就我们就把升 key 的 B3 之前加一个间奏，主要就是吉他老师飞起来那一下。飞多高？你能多高？今天顺了几首歌，今天7首歌，是之前音乐节的量，现在不到一半。我的天哪！那我们就今天就排这么多。这几点？42。有点贪，再来一首。行，再来一首吗？C 段你唱的是律动是特别好的，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是 OK 的。前面我觉得还是要再放，往下铺一点。对，放好。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巡演，可能你慢慢你要适应那个长度啊。我知道你的意思，对，我懂。所以我们体力要分配，就不因为你现在每首歌都非常充沛嘛，这个是个好事，就是我们争取做到你的情绪是很充沛的，但是你的身体是放松的。没问题，没问题。这样的话，你才能找到那个劲儿。要不然就前半场，可能后半场你会相对吃力。是的啊，我们慢慢找那个劲儿啊。好，因为我是一个猛着来劲儿的人。我好像之前陷入到了一个误区，就是总觉得，我唱完一首歌之后可以喝个水唠2句，或者是喘一个气儿，就再来下一首歌。但其实好像演唱会不是这个样子，演唱会它是2个小时之内唱20首歌，和大家说很多很多的话，节奏上包括对体力的需求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度。我觉得这个是对我而言其实蛮大的考验，但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的，因为我真的等这一刻等了很久。C 段还行 ，B 段我们再拼。OK。前面再放啊。是的，情绪不用减，好，就是气息和力量减。我觉得最惊喜的就是哇，原来这首歌还可以这样，哇，我好像对这首歌有点新的理解。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可以再柔一点？每天都学到新的东西，是一个很开心的过程啦。辛苦了，今天大家辛苦了，准备下一趴，练舞了呀。哇 ，Hello， 我们准备第2趴练舞了。紧张吗？好听吗？你觉得？你觉得挺好听的。我觉得好华丽，有点百老汇那种感觉，是吧？这次演唱会会有7首歌编排了舞蹈，编舞有之前表演过的版本，还有一些根据歌曲改编风格重新设计了新的版本。哇，这个剑还有腰带啊，有点帅的嘞。你知道变化吗？什么变化？哇哦，什么变化？哥哥你说。此生不换加了一段那个间奏嘛，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这首歌它整个咬太死，中间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能让大家喘口气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加一个间奏是可以，且我觉得是合理的。别害怕风轻云淡，其实也没有很乐队。但这一段你有什么想法吗？其实你可以，我觉得它可以跟那个就是那种中国那种行军鼓那种感觉，就是类似那样的感觉去做，可以大家都散开一点。因为原来原定啊，就如果没有这一段的话，他们跳了那个剑的起舞之后，后边是会围成一个圈，然后就是在你的身边穿插而过，就等于就是你万箭穿心的感觉。现在就等于现在中间加了这一段，所以可能得合理化一下，就是这个跟万箭穿心的这个中间发生了啥而已。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现在的走位。然后就有一个放慢的动作，你得配合。在舞蹈的编排上，其实我有看过和感受过之后，我会觉得前面已经很满了。其实如果说刚直接就起的话，也不是不行，那就是一个很完整的舞台。我想让它再延伸一点，延伸到观众看了之后回去回想一下，哦，它好像是这个样子，它是有一点点原因在的。可能一个想法就是，停了之后我往这边赶，他们这边往后退。这样往这边赶，他们这边往后退，就是可能我要向大家解释，不是这个样子，他不听，他也不听，然后最后反目成仇，然后再回到中间，噔噔，这就开场，就这样的话，一个舞台调度的左右就出来了。其实起舞是够了，你就再加一点阐述故事线啊，一些走线，我觉得会更合适一点。这样的话，后面的那个对立交叉键更成立。我以为你会提出反对意见。子瑜他是一个很努力也非常认真，就是对他的那个作品是有艺术坚持的人。他在表演上面这一边是很有灵性的，所以就想要说，是不是每一个舞台都可以让他有一些可表演的空间，去让他在这一方面有所展示。不明白，就是这个地方就直接背景型不是给他听，背景型这种感觉啊。小俊姑娘，她真的就是纯情景演绎，无实物表演，这些是非常考验她的那个表演能力，还有就是自己的信念感。我有一种在准备公演舞台的感觉，有可能会翻回到3、4年前、4、5年前的回忆。它是一个很完整的舞台，它是一个我想要告诉大家，故事是这么一个故事的一个舞台。哎，好玩，真好玩！看着一个一个的歌曲想呈现的效果逐渐的丰满起来，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真的像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又一份的礼物，就等着大家过来拆开，就那种，哎。你知不知道我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哎，你知不知道我这个里面装的是什么？我要给大家之前固有的印象全部推翻。Yeah. 下一个是我。不愿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在这么多首歌的排练当中，如果有一首歌让我觉得压力特别大的话，那一定是 Too Deep。然后手是开。身体是从右边绕，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这首歌之前的中间间奏的那些舞蹈，如果在搬到演唱会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熟。不，我不想要这样的感觉，我想要放大它，我想要整个台子都是我的步伐，我要给大家撑满这个舞台。所以这次也是特别设计了新的 dance break。其实这个地方是要定，对，原来我们那个版本是定的，对，不定的。原来的那个 Too Deep 的角色演绎上面，它可能是有一点点往内收的，是比较内敛的。但是这一次的音乐改编了之后，它其实偏外放，所有的情绪它都得扔出来，所以这个是会有非常大的那个角色的那个转变，就是需要他去适应。这个是原来的这个。公，擦，走。对，你就不知道怎么样，你先踩了之后才走，位置再过去的，这是比较。对 ，OK， 没问题。哎呦，可以。走过来。大，差一点儿。我觉得这首歌想要把它呈现得很好的话，是需要一定的难度。第一个是走位上的，第二个是和道具配合上的。然后它那个柱子这边后边它会有个伞，其实它就是这样的同时换这只手， yes，
换到这边转的时候已经在这儿了。对，起身的时候就同时转。OK。因为它等于像打游戏一样，你得就是完成那个连击，你中间可能那个连击就是失误了，它可能就掉下来了这个氛围。上 and 走，挂上去，开，好下，1、2、3、4，噔噔噔噔，慢。所以他要完美的击中每一个那个连击，他又得唱又得跳又得演，基本上等于像是音乐剧了。它应该是这一次这个巡演的所有节目里最难的一个节目。冲冲擦冲擦冲冲擦冲走擦走擦冲冲嘿擦擦擦呼擦冲擦冲擦走开手。下来时间点就是打2，这个晚上3。对，以后这一个所有人都听我说一下，非常左右开 and 左右。这几天，然后包括连排，我们抽个1个小时，然后专练，就1、2段，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毕竟第一次搞这个，还是压力会比较大。压力确实比较大。哇！擦走擦踩，擦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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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想往上扔呢。啊，做对了，真好。再来。还是想尽我所能带给粉丝们更多的惊喜，毕竟这也是第一次巡演，我需要给到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之前的12次音乐节，其实都在铺垫这一次的巡演。其实我会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但是我真正接触到所有的歌曲的内容，我们需要把每一首歌都吃透。吃的就是说，我在那个时刻不需要去想我接下来做什么，身体会告诉我要做什么。我把自己练成那种程度的时候，我才可以在台上非常自信的把所有东西都演出来。就是这段。好像是对的。哇，你吃饭了？吃呢？
比较好。我觉得我们要不拆开来，一个把拍，一个把拍的，你先顺手。行。呼哈，哎，对。我觉得子瑜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孩子，每次、每天的排练都是全力以赴。我说你要省点嗓子啊，就收着点，他说不，他说就从来到我们演出结束都是一个全身心融入，然后非常努力、非常勤奋的一个状态。还行，还行，其实只有3个小指头，一个是这个。这一次的巡演意味着，可能很多的人都是第一次来看我，满怀期待的来见我，所以其实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我不想让他们失望。其实我现阶段还是会很期待接下来大连排啊、彩排啊，我觉得需要他帮我来拉体力，把我撑起来，让我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第二个呢是，我很开心可以做这样的事情。OK 啦，我们现在要正式开始打合练了。我们现在准备去看一下场地。哇哦，非常大！今天就要在这个台子上又唱又跳，准备好了吗？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了。然后我跟你说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舞台已经全部都贴好了。然后呢，我现在拿一个舞台的平面图给你看。其实这个舞台两边只比我们正规的舞台少了2米。老师说，这个是跟你到时候舞台上1比1还原。1还原这么大？他说不，比这个还大。我就当时震惊了，能有这么大？这个就会比前面几天训的场地要大很多，所以很多东西都要放开，基本上就是按照在台上走的位置走。适应了之后，我们直接再搬到台上的时候再适应，就会顺利很多。所以我要把所有的 part 还有时间都用计时器严丝合缝的掐死。在最后，他不是有一个那个落下去了吗？然后紧接着进乐队，也。然后等到进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会全程放彩虹旗。那个时候我就展开，就是等于是一个盛大的，刚好本文老师这边也给了个盛大的内容，就等于我们是在正片是跟大家有一个这样的氛围性。对，我知道，明白。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在现场应该会能通过那个感受氛围，声线应该也会有那现场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子瑜他是舞台型选手，就是他只要一上台，状态一起来了，就是会出现非常多的惊喜。对，我觉得像 2D 这种，就是要玩一些，就是这一次有一种小调皮的这种感觉，然后再玩音乐的、享受音乐的这种状态，再加上他的那个状态起来的那个兴奋的一些意外的惊喜，我觉得就会满分了。现在比较有底了。对，从那天。那个我一边跳下来之后还有余力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有底了。其实，在没有走这个流程之前，我觉得它应该挺难完成的。但是现在走完之后，其实我们在歌曲的分配上，很多地方都是很合理的去分配我嗓子的力气。其实我现在心里头会比之前更有底。然后再者就是我会觉得。那我就要在完成它的基础上，可能我会再想一些其他的丰富一点这个整个表演，可能就是稍微多一点嘛，就是多一点力度，然后再多一点顿点，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互动性强的歌曲，在这个地方互动怪可惜的。我到那儿，咔，我就狂甩，
对对对，这个感觉再 chill 一点。OK， 磕着大门牙了，有点痛死我了。这个，哎，干上去了，痛了。可以了。休息一下吧。对，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就进这个。对对对。外面下雪了吗？哇！真下雪了呀！北京今天初雪，我从来没有见过北京这么早就开始下雪了。哇，今天正好下雪，运气还是挺好的。来吧。也就这整个间奏等于是你的一个独白，就是你的独白，你的情绪状态推动到那了。就是我现在很享受，很多话想说。哇，今天下初雪了，然后怎么你带着这个状态去跳那段舞，没问题。这个跳起来的时候，它也是这种兴奋到极致，这种感觉跳的。OK， 对，来吧。这首歌每次一唱跳完，嗓子干的，好像撒哈拉大沙漠，就让我不由自主的想到那句“塔克拉玛干沙漠到底有多干”。我觉得跟在他是超出我的预期的，我没想到他能 get 到这么快，循序渐进的找到自己在演唱会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相信通过接下来几天的努力，应该会能达到满分。其实我们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在台上的一瞬间嘛。你看老师们现在还在开会，就是其实大家都在为了那2个小时努力，那我更得把这2个小时大家的努力都浓缩到一起。没问题。跳上去上。哇，爽的嘞，让他跳得我脑瓜子嗡嗡的。好，那我觉得，那个乐队老师，我们再来一遍那个《漂洋过海来看你》。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今天好像听老师说，我唱了60多遍。哇！我有的时候我都感叹，我说我什么时候一天唱过60多首歌？第一个感叹是时间过得好快，第二个感叹的是我居然撑下来了。而且你现在听我的嗓音，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还算是能够正常说话的状态。你要再去听第一天来的时候的那个采访，被采的时候，讲话嗓子都漏气，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有可能是肾上腺素作祟。行，不唱了，唱不动了。
好，那我们今天就收工，辛苦老师们，辛苦，辛苦老师，辛苦了，收了。你最近几天你得确实有一点，比如你觉得练完管用，你就持续。对，要持，因为最近几天的强度太大了。是的，我能感受到，但是真的就是如果说哪一下有那么一下的话，我自己也知道是啥情况。最近还是以稳为主。没问题。咱们要保那个下周末。我了解。如果你觉得累了，你就可以说啊，不用硬撑。没问题。主要是压力大，压力一大。是啊，压力一大，我现在你看这跟我当时我第一次选 two tip 那个状态完全不一样吧？就是那个时候也很紧张，但是现在不一样。其实我感觉就是能明显感觉到现在就所有东西就是有股劲儿一直在后面就是拽着我，一直拽着我的头发说你不能，你不行啊！哇，但还是完成下来了。是的。然后整个的演唱状态啊，你现在得找状态，就是你要给1万人唱的状态。主要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现在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得到，就是说真的1万个人在我面前唱歌，那个但我觉得我在现场我是能够达到那个在1万人面前唱歌的。我觉得声音没问题，主要是你的状态。我会的，就是我会觉得我不会去想这个东西，我不会专门我要去想。我现在此时此刻，我想象我说我要在1万个面前唱歌，我不想去回忆那种感受，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很珍贵的。我可能是一个很体验派的人，我需要那一瞬间真情实感的东西，但如果我在提前透支了那个真情实感，我会很可惜。我还是很期待我和舞台真正见面的那一天。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演唱会的现场场地，我现在距离场地就只差几步之遥。哇！震撼！那舞台那么高，那么高的舞台，上面有一排一排的小鱼，那么大的舞台，甚至还有3个升降啊！当所有灯光把那个舞台打亮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是在完成我人生当中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个时刻，我离我的梦想，那个称之为梦想的事情，越来越近。其实，你说我小的时候，17、18岁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问我梦想是什么，我觉得在那个阶段，大家的梦想都差不多。站在更大的舞台，把自己的声音唱给大家听，想要被更多的人喜欢，想要开一场属于自己的演唱会。其实我一直想象不出台底下坐满的人会是什么样子。怀着这样忐忑的心情，一直到了演出当天，我感觉我上去的时候手都在抖，当时大脑空白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观众山呼海啸般的呼喊。我感觉到自己好像立马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这个真的很难以用言语去形容那一刻的震撼，就是我能看到上万根灯棒，大家都在挥舞的那一个场面。
会觉得我的天哪，我会有一种真的很不真实的感觉。我觉得我是在那一刻找到了我在台上的意义。1分钟40秒了，20秒，最后5秒钟。会一切顺利了，对吧？很爽，挺难爽的。在台上，哇，他整个一唱歌，他整个声音充斥在整个场馆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一刻是真实的。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舞台和大家见面，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时间可以改变很多，它可以在短短的半年把我塑造了站在熟悉的台上不怯场。这是一个我现在想一想都觉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事情。每一场我都是倾尽自己的所有，被大家的爱包裹，然后变得更自信。我从没想过，半年的时间，我完成了很多我人生当中没有去想过的事情。音乐节，拍摄属于自己的 MV， 演唱会，各种各样的事情。半年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可以在台上连唱2个小时，哇，疯了吧！我怎么可能这么想？现在做到了，真的完成了属于自己很宏大的一个目标。我爱演唱会，我爱和大家见面的每一次机会，见面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奔赴而来的这个状态，才适合在最后一秒的记忆。现在已经妆发完了，我现在妆发差不多，现在距离上台还有40分钟，现在有一点点紧张。听说观众现在已经进场了，每一个你们都是从天南海北奔赴而来和我相见，而我也很想听听来自你们的声音。子瑜你好，非常高兴能够认识到你。我想对你说的是，我们也非常的爱你，一步一步，未来一定会更好的。即使我们到现场了，也是看到一个小小的你，小小的我，但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大大的能量。那句话我真的很感动。谢谢他能走到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他的努力。希望他能继续坚持这条路吧，然后让我们一直喜欢他，一直喜欢下去。我希望子瑜能够实现他的梦想，在最高的舞台上看到闪闪发光的你，健健康康的，多吃点饭。子瑜，我们2026未来继续见面，子瑜永远幸福，子瑜演出演唱会顺利。希望他越来越好，游到他自己想游到的任何他想去的远方。在那一刻，我抬头仰望整个台，我能看到大家都在，就好像是被拥抱包围。真的有很多的人为我。没有办法忘却我第一次唱《不渝》的时候，我能看到他们的表情，真的很感动，很感动。我们真的在用彼此可以听得懂的话，看得懂的眼神去交流我们对彼此的爱。时光如何介意，每次相遇都有共鸣，微笑的那些瞬间。不渝真正是因为你们而存在的歌曲。我知道因为你们，我才终于成为自
漫天彩带往我脸上飞过的那一刻，我感觉时间都慢下来了，因为每一个小彩带就好像是代替现场的观众过来跟我说加油，跟我说爱。都刻在心底。有点意思，巡回演唱会阶段性结束了。我觉得这2个月我学会了很多，也进步了很多，我也感受到了大家的情绪快乐，也谢谢大家愿意远道而来，奔赴万里，来到现场与我共同度过每一个2个小时。唱歌跳舞，一起玩游戏，一起呐喊，特别享受我们合唱的时间。我觉得合唱的时光是独属于我们最浪漫的时刻。我们都在用同一句词去表达同一个感受，那一刻我们好像真的像共鸣，所以我很幸福。以后我们也会更多幸福，我们也会合唱很多很多次，也会再见面很多很多次。说了再见，我们就一定会再见的，对吗？我们约定好，下次再见，好不好？所以，鱼的记忆不止7秒，我们下次再见。